我们今天画一个偏现代的偏现代的一个四尺作品啊。我们这个构图对不对？是我们常见的束缚 x， 对吧 ？x 构图就 x 这样啊，由上到左，再到右，再到左这样一个构图。调墨啊，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，对吧？笔尖调墨，先画近景的这块山石。我们先把近景的这块山石画出来，先定我们近景的位置。你看啊，画现代山石的时候，和我们传统山石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勾的时候，你看可以边勾边皴，看对不对？我们边勾边皴，让我们的山石，让我们山石勾皴，它是结合在一起。你看，我们结合在一起。也是啊，它也是先勾结构，你看勾完结构以后，对吧？勾完结构以后，我们就顺势把里边的皴结构一下呈现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一下呈现出来，就是我们你看画传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先勾轮廓线，再勾结构线，然后再皴？我们画现代的山石的时候，山石，对吧？我们勾出来。勾完以后，我们顺着这个笔势，把里边结构、皴一体呈现出来。你看啊，我们一体呈现出来，它里边结合的皴法，对吧？它就是把各种皴法都融合在一起，都融合在一起。有的小就是短披麻，对吧？短披麻侧面还有小的斧劈，我们融合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，就是不是单一的一种表现方法。我们传统的山水画来说，你看，要是说，像我们青瓷王的，它就是以披麻为皴，就是披麻皴为主。它不管近景的山石还是远处的这个大山，它都是以披麻为主。我们现代山水来说，它就是把各种皴法结合在一起，它结合在一起，比较丰富。你看我们画出来的山石，对不对？它比较丰富。看中间这一块很明显，我们用的是吧？披麻皴。到后边的结构，你看到我们侧面结构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用一点什么？用点小斧劈向下，你看对不对？稍微有一点小斧劈，各种皴法，我们融在一起。那画完以后，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，把我们近景的灌木画出来。你看画灌木的时候，笔尖调墨，画那种我们常见的鸽子点、芥子点，只是说他用笔的时候，对吧？他用笔的时候，侧锋比较随意去画，对吧？你看，比较随意的去画它这个叶子，用笔呢，对吧？要活，对吧？要活。主要
表现它的墨的变化。你看，主要表现它的浓淡墨的变化。哎，让它和这个山石，看啊，和我们近景的山石融在一起，看对不对？哎，融在一起。我们平时你要画的，我们前2天画的这个比较偏向传统的这个时候，对不对？他画的这个芥子点呀，特别细腻，表现的特别清晰。哎，到时候我们看画线的时候，现在画山水画的时候，偏向于写意，对不对？哎，偏向于写意。用笔呢，哎，要随意，要放开，对吧？要放开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画这个现在的树木和我们传统树木有什么不同？画树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传统的树木，还是现在的树木，它都是说也是从上，对吧？有树梢的地方、树头的地方开始表现，哎，也是从上开始表现。上来一叠，我近景也是啊，比较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树木，哎，稍微大一点的树木。哎，过来，哎，先把树头的地方，对吧？树头这一部分先画出来。你看啊，哎，先画出来。它这个树身，对吧？我们整个这个树分什么？哎，树头、树身、树根，对吧？先把树头的部分，哎，我们先画出来。看啊，过来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前面的树枝，对不对？它把我们的树干遮挡住。哎，我们到这儿要断开，哎，要断开，过来，哎，先把左边，对吧？先把我们左边结构处理出来，哎，过来，看啊，哎，左边的整体结构下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整体的结构，先把那个左边结构整体的画下来，右边看要随着我们左边的结构，这个结构线，哎，去变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结构线去变，到树根的地方，哎，让它稍微变化一下，过来，看到时候画完以后，我们就画什么呀？哎，稍微皴一下我们里边这个结构，树上的这种皴，就是树皮，斑驳的那种树皮，稍微皴一下。看啊，左边左边那枝它是在这个树的前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教它清楚以后啊，对不对？教它清楚以后啊，我们看后边的树枝，哎，这是后面的树枝，它是在我们主干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我们出这个结构的时候，哎，先把这个结构线勾了以后，我们再出侧面这个枝，很自然的，它就感觉就是哎，在这个对吧主干的后面，哎，上面的小枝加一点，看不管画传统的还是现代的，它的出枝方法，对不对？它的出枝方法是相似的啊，你看都是我们常讲的鹿角枝，对吧？
鹿角枝。出完树枝以后啊，出完树枝以后，叶子，你看我们前面的啊，画前面灌木的时候，我们用的这种笔法，侧锋，哎，侧锋去画，画笔侧过来，让这个笔的接触纸的面积，对不对？哎，让笔接触纸的面积要多一点。你看，哎，产生这个浓淡墨的变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它的干湿的变化。哎，干湿的变化也是在树尖的部分开始啊，有树尖的部分，哎，靠近像树干的地方去点叶子，对吧？一组一组的啊，对吧？我们不要乱，哎，一组一组，你看，先上面一组，左边一组，右边一组，对吧？这样去点啊，这样去点，让它每一组叶子，对吧？我们都要产生一个浓淡墨的变化，看，哎，让它产生一个浓淡墨的变化。哎，过来，哎，看，这样稍点一下，对不对？稍点一下。哎，先把树头的部分，哎，我们先把树头的部分完成以后，哎，我们画这个现代这个树木的时候，用笔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就放开一点，大胆放开，哎，大胆放开，重墨，然后用淡墨稍破一下，对不对？完成以后，哎，我们点完那个重墨，然后用淡墨，你看，顺势我们用淡墨破一下，哎，把叶子破一下，哎，下面对吧？靠近下面的时候，上来树后面上来两个叶子，哎，这前面对吧？比较高的一个啊，比较高的一丛树，它是一个主要的啊近景主要的一个景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画的时候，哎，把这个画的稍微的颜色呀、墨色呀稍微的重一点，这样去处理。到后面你看啊，哎，后面小的树木，哎，再来一棵小的，哎，去穿插一下。哎，画这个树的时候，你看，你注意什么？你看，你要前面的树的时候，有两棵树的时候，就有什么？就有个主次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主次的这个区别。哎，主要的这个树我们画的稍微高大一点，哎，对吧？我们稍微的高大一点。哎，后面那个树木呢，得稍微画的哎小一点，这是一个大的连个小的，哎，这样啊，对吧？一个大的连个小的，哎，这棵树呢要比前面的树哎要小一点，看要小一点，对不对？要小一点，它也是在这个树的后面，
在树的后面，我们用那个用墨的时候，把它偏淡一点。你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用墨的时候，让它偏淡一点。哎，偏淡一点，这样它就把前后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前后树的关系，哎，就能很清晰明白的体现出来。到后面小的啊，看我们画后面小的这种点叶的小的树枝勾一下，哎，这个小的树枝，哎，下来，看到后面，后面我们这个小的树枝是补充一下这画面，所以说画的时候你可以淡墨用中锋，对吧？画一点小的这种小的树枝，给穿插一下，穿插一下。到下面啊，下面也是作为一个什么？哎，作为一个树丛，哎，画个树丛，用什么呀？用我们这个淡墨散锋，看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路边，哎，这种小的树丛，不是小的这种这个草坪，对吧？草坡一类的啊，哎，淡墨干笔，稍微点一下，这是我们近景的啊，近景的树木山石完成以后，对吧？我们画江边的啊，江边这个常见的，像贵州或者是这个云南那边儿，哎，江边这个吊脚楼，你看啊，画这种吊脚楼，这个结构，先画侧面结构，你看啊，先画侧面结构出来，哎，先把侧面结构，对吧？侧面一个小结构，我们先画出来，再画主要这个建筑的坡顶，看啊，再过来，画完这个结构，看我们画下面啊，哎，下面支撑的这个柱子啊，哎，这个支撑的柱子画下来，哎，先画这个结构，我们把整体的结构先画出来。你看啊，画完以后，栏杆，哎，画我们的栏杆部分啊，过来，哎，先把栏杆画出来，它是江边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江边，我们这个就和我们这个北方的阳台，对不对？它是靠近江面的，哎，这种平台，结构我们要掌握清楚啊，哎，我们要把它这个房屋的简单结构我们要掌握清楚。过来看啊，然后这是栏杆啊，哎，这是我们向上走的栏杆，过来，看过来，整体的啊，整体的勾完以后，
我们再勾里边详细的结构。你看啊，勾完以后，你把小结构看怎样去处理。过来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墙面，对吧？我们墙面过来，这是一个窗户，这是个窗户。在这个一上楼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上楼的地方，这是我们的门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你上来以后，对不对？跟着上来以后，这就是进去，就是我们的房屋的这个小门儿。它这个墙面，你看啊，侧锋，我们用侧锋稍擦一下，沿着这个房檐的地方向下去擦，向下去擦，把这种结构，表现一下，这个墙面结构，上来一点，擦一下，稍擦一下。到后面，看啊，到后面被树遮挡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就是简单的交代一下就可以啊。你看被树遮挡的地方，这就是后面就是虚的啊，稍微过渡一下就可以，过渡一下就可以。看我们这次画这个上面瓦的部分，你看啊，画瓦的部分以后，稍微的画的稍微的长一点，你看，我们稍微画的长一点。这个瓦铺的时候有疏有密，可以铺的稍微这地方密一点，局部嘞可以稍微稀一点，对吧？要注意它的这个疏密变化。过来，你看啊，我们勾瓦的时候，稍微让它稍微有一点弧度，不要画上那直线，稍微让它有一点的弧度就可以。你看，稍勾两笔就可以。到后面以后，它被这个树遮挡，我们就不要，就是说再去勾，让它透过去，对吧？透过去，掩映到树的后面。下边就是小路，你看啊，淡墨，淡淡的墨，勾一下这个小路，勾一下小路上来，然后它这个小路是向树后延伸，你看对不对？树后延伸，江边，你看啊，可以勾一些小的树木，对不对？你看勾完以后，淡墨，我们用淡墨点一下这个叶子，点一下，淡墨点一下这个叶子就可以。来一点，看，少点一点。我们这个对吧？也可以在这个阳台的地方，我们栏杆的地方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人物，对吧？在江边看这个欣赏江景，对不对？
近景的啊，我们看在这个江边，可以画一个小船。看我们传统的船和现代的船不一样，你看，哎，这是现代的，对吧？我们稍微偏现代的一点这个小船，船头也是啊，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，我们船头让它翘起来一点，让它翘起来一点。船舱淡墨渲染一下，过来，哎，撑杆，安排一个撑杆下来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船的下面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画倒影，因为是现代的啊，对不对？现代的山水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看，我们可以画上倒影。但是传统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画倒影啊，画传统的时候不要画倒影。沿着我们的船的这个位置啊向下，哎，上次同学就说啊，就是说是不是和画虎皮一样啊？哎，对，就和我们画虎皮村一样啊。侧风，近景的，哎，我们把近景的树木，对吧？房屋完成以后啊，下面可以画后面的远山。看画远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？哎，注意把我们远山的这个结构，哎，我们要掌握清楚啊，它的山石的结构是什么样的。过来，哎，看啊，先把这个山石的哎大致轮廓我们勾出来，看，哎，勾出来以后，对不对？勾出来以后，然后我们再分它的，把轮廓勾出来以后，我们再分它的里边的小结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分里边的小结构。它和我们画传统的山石，对吧？它分的山石结构道理是一样的，哎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先把轮廓勾出来，对吧？勾完轮廓，哎，我们勾里边小结构。它是整体的啊。我们画这个现代山石的时候啊，它要的是整体效果，不像我们画这个传统的时候，你画山石，对吧？画传统是山石，你要一层一层的，它的结构由前向后，对吧？要交代清楚。我们画现代的时候，你就整体的看一个大结构。你看，就是说把山石亮面，对吧？这就是亮面，我们放表现出来，对吧？这是我们村子多的话，哎，它就是个暗面。哎，要这种大体的明暗结构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要主要表现它大体结构。下面你看，下面就是云，对不对？哎，下面我们就处理云的地方，淡墨，哎，先把这个云的这个外形，我们先画出来，哎，先画出来。先把下边的云它的形状，哎，先把形状我们大致的形状我们先用淡墨画一下，哎，先画一下。看，这是前面的啊，前面一个山面，对吧？山石的这个块面结构，后面
这个泼墨，对吧？我们用一下泼墨的方法，它这个泼墨是什么？表现山石，山上面这个植被，是为了表现植被。过来，看啊，画出一个大体的外轮廓，大体的外轮廓，小结构，稍处理点小结构。过来，你看啊，现在村这个山峰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村这个山峰的时候，你看我用的笔是怎样去变化的？你看啊，怎样去变化的？把笔侧过来，把笔侧过来，沿结构线，用这个斧劈的方法，对不对？现在啊，我远处这个山峰，对不对？我用的是斧劈的方法，勾一下，沿结构线。侧锋这样去劈啊，这样去劈。山峰呢？它山峰的顶部，大漠，你看，大漠就是我们稍微水分稍微大一点，对吧？我们稍微水分大一点。你看我们这样画出它的这个植被，看山峰上的这种植被，用这个泼墨的方法点出来，点出来，到下面，对吧？到这个向右的这个小的结构，过来，把笔侧过来，你看啊，把笔侧过来，看这就是我们用生宣的这个效果。你看，它把这个墨的，对吧？墨的这种水痕，都能在这个宣纸上呈现出来，都能呈现出来。大墨，看啊，下面我们画这个这个云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用大墨把这个云的大致形状我擦出来，我擦出来，稍擦一下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样我处理云的这种笔法，要注意一下我处理云的这种笔法。这不是我们常见的啊，我们常用的就是湿染法，云的湿染法。我今天呢啊，这个方法是用云的干染方法。近景的中景，看啊，我们画出来以后，然后下面啊，你看它靠近江面的时候，稍微的画一点下边的靠近江面的山脚，
对吧？靠近江面的山的这个山脚的结构，这样的啊，它这个结构是下面是实，对吧？下实，上面是虚，和上面的云它是一体啊，它是一体。你看，哎，下面让它靠近水面的时候，它的用笔是实的，上面呢，哎，让它留出云来，和上面的云去这个相那个对称，对不对？哎，相对称。哎，向右边续过去，哎，就是这边树后面都是这个云层，对不对？哎，都是大的云层，大面积的云层。那感染云的方法，感染云的方法就是你先用淡墨，哎，不同的淡墨去表现，有稍微你看这个墨，我的淡墨稍微哎深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稍微深一点。然后你看这边的淡墨稍微浅一点，不同的墨色去表现，哎，不同的墨色去表现。水的倒影下来，你看江面了，哎，用淡墨，哎，用淡墨把这个山的倒影稍画一点，稍画一点。远山，看啊，下面就是我们画这个远山部分。看它的画面衔接是在哪儿，对不对？是在这个树和我们山峰是在这儿衔接在一起的。你看啊，我们要注意它这个画面的衔接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这样衔接在一起的。你看，由左向右，再向左，再向右，它这样的构图方法。远山，你看啊，下面画远山，淡墨勾出来。哎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淡墨清水，你看啊，清水调一点淡墨，在笔尖含的墨呢稍微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，让它呢在这个云的地方，你看，我们这是山峰，哎，这是山峰，过来，嗯，这就是远处的啊，哎，远处的山峰，然后中间，你看啊，我们中间，这就是啊。这是似显非显的，就是说我们似连非连，似显非显。哎，这让你充满想象。这可以是云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是云，也可以是山峰，对不对？哎，也可以是云，也可以上山峰。哎，要用你的想象力，哎，去表现它。嗯，过来。
完成以后，你看啊，完成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建筑的地方，哎，就前面房屋的地方，弹幕，你看，弹幕加一下，加在哪儿？加在我们这个房檐的下面，哎，捎来一点弹幕，你看啊，哎，捎来一点弹幕，哎，捎来一点弹幕，稍轻染一下啊，稍轻染。还有下面，你看下边它这个靠近江面的地方，哎，它的这个靠近下面，它下边都是那种这个柱子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的渲染一下，把它表现出来。哎，你看啊，到这个近景的山石，弹幕，你看啊，可以用弹幕渲染一下它。哎，暗部结构，哎，稍来一点暗部结构，稍加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加深一下山石它的一个明暗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加深一下它的明暗关系，稍来一点。哎，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，你看上色的时候，淡淡的上一点，它的山石这个明暗结构、立体感、前后关系、前后层次，对吧？都能很清晰的呈现出来。但是我们亮面是不是？哎，亮面啊，不要加太多的皴擦，哎，就是整体上就是暗的地方就让它暗下来，亮的地方就亮起来，哎，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对比，对吧？很明显的这种明暗对比。看我们画这个云，对吧？我们平时用的都是那种湿染云的画法啊。哎，今天我们看这个干染云的画法，怎样去处理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先处理云的地方，用弹幕。你看啊，先处理云的地方，用不同的浓弹幕，哎，去处理。哎，先把这个云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这个云的上面翻滚的这种形状，我们先表现出来。先表现出来，就是说他画的时候啊，他需要不同的墨色变化。干笔，看啊，诶，稍微的啊，诶，稍微用笔稍微干一点，你看，诶，稍微干一点，诶，稍微干一点，然后啊，到它中间这个云层薄的地方，你看，靠近山的地方，对吧？靠近山的地方，它的云层相对来说比较厚，我们用墨稍微的重一点。到中间云层薄的地方，哎，淡墨，哎，轻轻的擦出来，哎，轻轻的擦出来，哎，用笔呢？你看啊，我们画这个干染云的方法的时候，用笔呢，稍微的看侧锋，用这个侧锋，哎，轻轻的擦出来，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啊。那我说这个寸呐、或者什么，可能大家不理解，哎，擦，你看啊，用干笔，哎，擦出来。你看侧过来，你看侧过来，哎，干笔擦出中间，哎，薄的云层，对不对？哎，中间薄的云层，哎，你看这样擦出来，对不对？它下面这个结构，
你看啊，每个云层，每一组云层它下面的结构稍微的怎么样？你稍微让它重一点。你看啊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哎，其实我们这个湿染云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上面这个云，它这个云层也是上面哎是稍微淡一点的墨色，云层下面它的结构，对不？它的墨色哎稍微重一点，哎稍微重一点。所以说整体上我们这个染云擦出来，哎让它上面的结构，对不对？淡淡的干笔擦出来。你看，越向中间云层薄的地方，我们的墨，对吧？越淡。哎，看形成啊，你看它形成这个云层，它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要形成有突出的地方，有凹进去的地方，把云的那种动态，哎，把云的那种动态我们表现出来。后面，哎，也是啊，单笔擦出来，哎，擦出它的云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形状，哎，擦出来。一般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干的，对吧？干染云法和湿染云法结合到一起，哎，是这样的，哎，我们都是干染云法和这个湿染云法，哎，结合到一起，不是单一的。这个云就是说用干染云法就画，那个云就是用这个湿染云法，哎，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去画。你看到后面大面积的这个云团，哎，我们先表现出来。看到后面，你看到后面这个云海，对吧？这云海的这个形状，我们就要什么？又要用这个湿染的云方法去处理，因为你用干染云法，你处理不出云海的那种这个飘逸的那种感觉，表现不出来。我们看大块的这个云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染云的方法，我们去处理。看到后面云海的一层一层的云海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湿染云的方法，哎，去处理。先处理出来，然后把云，对吧？处理好以后，我们开始啊，染色部分。染色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现代山水染色，它不是说像我们常讲的这个浅酱啊、青绿啊，它区分那么大，就是说我们都是结合在一起，把这个青绿啊、浅酱啊，对吧？我们都结合到一起去染。亮的地方，刚才老师染云用的是淡墨啊，对墨加水嘛。对。这个干染云的方法就是说，我们用，你看我们湿染云的时候也是用淡墨去处理，我们干染云的方法也是用淡墨啊，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处理，只是说它的淡墨，它里边稍微有点变化。你就是说近景的靠近山的地方，我们淡墨呢，是吧？墨色稍微重一点。到后面以后，你看到后面还有中间云层薄的地方，对吧？它的墨色相对来说比较轻。比较轻，水比较多，不是说一种墨色去染的啊，不是一种墨色去染的。
它稍微有点区别。你看靠近山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看它墨稍微重一点，到中间的地方，云层薄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的墨色就轻一些。生宣啊，生宣。湿染晕方法就是我们打湿以后，你看啊，我们先染这个，我们先染上面吧。你看我们上面湿染匀的方法，我把上面打湿以后，你看啊，我们下边是干染匀的方法，上面云海的地方，我去用这个湿染匀的方法。哎，我们打湿以后，看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先打湿以后，也是一样的墨，对吧？一样的淡墨，哎，一样的淡墨。你看我去染这种上面云海，这是湿染方法，下边是干染匀的方法，上面是湿染匀的方法。淡墨，你看啊，在这个画面半湿的状态下，我去染匀，对吧？趁湿，淡墨我去染，你看，就是表现这种云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用这个湿染匀的方法。嗯，就是我们现代的山水来说啊，现代山水来说，湿染匀的方法，哎，用的比较多。比如处理黄山云海，大面的这个云的地方，我们前段时间课里边讲了个水墨的黄山烟云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哎，我那个画面这个云，对不对？就是用打湿了以后，给表现那种云海。它能把云的这种缥缈、灵动，哎，它能表现出来。然后我们渲染的时候，你看，渲染的时候，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，比较方便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比较容易染出它的云的这个状态、这个形状。啊，表现这种，对吧？这种云层，哎，这就是我们打湿了以后，哎，这是湿染云的方法。把画面需要染云的地方，我们打湿淡墨，哎，去渲染云的地方。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上面云海的地方，这就是用的湿染云的方法。染完一遍淡墨，对不对？哎，染完一遍淡墨，我们调整的地方，对吧？要趁湿，你看啊，趁湿去调整，哎，趁湿去调整。近景的云层，稍微让它，对不对？也稍微让它正一点。我们可以加一点淡墨啊，哎，少来一点淡墨。到上面的时候，哎，它是越来越虚，对吧？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虚，是这样的。看，我这一幅画面，哎，这一幅画面是不是近景的云？我用的是干染云的方法，哎，干染云远处，对吧？这是云海的地方，我就用的是湿染云的方法，对吧？哎，到我们前面啊，你看到前面到后期染色的时候，也需要用什么？用湿染云的方法去染。
它是结合在一起的，干染湿染结合在一起。这个尖毫笔啊，对，我们是尖毫的笔。不是尖头，这个毛笔你看它每一支毛笔它都是尖头的。你染匀的时候，你看就是染匀的时候，我们把笔散开，看啊，把笔散成一个扁的形态，哎，扁的形态去这个染匀。对，我们进出的啊，进出的我们要用什么干染、湿染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去染，这样的这个云看起来这个比较丰富，它层次比较多，哎，它层次比较多。染色，先上赭石，哎，我是先上赭石。赭石、藤黄，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染色的时候，赭石、藤黄、花青，看着啊，这个颜色，赭石、藤黄、花青，磨盘对，就是普通的白瓷盘。哎，就是普通白瓷盘，我不是磨盘啊，我们用的不是磨盘，太沉，我搬不动那个啊。一般的画画没有用磨盘的，太沉，我们就能用的普通的瓷盘就可以，对吧？加的瓷这个小一点的盘子就可以。看啊，花青、赭石、藤黄，稍加一点花青调的颜色。树干的地方，它的颜色是赭石偏一点绿色啊。大家记住这个颜色啊，和我们平时和我们前2天上树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所以说每一节课我们里边的内容都不同，对不对？哎，每天的内容都不同。过来，哎，勾出来。山石的地方，对吧？近景山石的地方，赭石，赭石上在什么？哎，还是上在我们山石。哎，暗的地方，你看，山石暗的地方，我们下面对吧？我们山石亮的地方留出来啊，留白，用这个赭石的颜色把轮廓线勾一下，你看啊，对吧？稍勾一下，稍勾一下，哎，用赭石勾一下。然后它暗部结构，你看啊，花青，你看啊，赭石里边我去加点花青，
把山石暗的地方花青染一下。哎，染一下。我们上面这个留白的地方啊，就不要动它。哎，就留白。看，然后叶子地方花青。淡墨，看啊，花青淡墨，调这个墨青色。对，赭石藤黄，加点花青。哎，叶子地方墨青色。这个叶子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点叶的时候，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，它用这个墨青色用的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墨青色，哎，你看这墨青色，它染出来以后，它比较，怎么说呀？比较这个颜色比较淡雅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颜色不跳，是不是？你看它的颜色，哎，它不像绿色，感觉哎特别跳。你看它的颜色比较清新淡雅。然后我们又表现江边那个，对不对？江边那个树木，哎，可以让它感觉水墨淋漓的，对不对？江边那种水墨淋漓的，叶子含水量比较大。嗯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把我们近景的树木，还有下边这个草坪的地方，你看啊，上面草坪的地方来一点。哎，来一点。看它这种，对吧？哎，水边那种，哎，水气淋漓的那种感觉，哎，上颜色稍微的水分大一点。你看，哎，不用控制它，看不要控制它，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颜色怎么这个印出这个墨的这个位置啊？不用担心它啊，稍微印出来一点也没关系啊。我们现代化是写意为主，你看啊，对吧？写意为主。哎，就是说我们现代化就是哎以小写意去表现。然后啊，我们画这个建筑，我们这个点景的房屋，淡的赭石，画这个小山路，哎，浮勾一下，你看，要浮勾一下，越来越远，你看，要注意我们这个小的山路是穿过树后，对不对？哎，穿过树后，越来越远。看我们画这个山水画来说，它讲到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说，一个是构图，一个是就是我们讲的意境。意境从哪来？就是我们造景，对不对？哎，造景，你自己设计，哎，让你充满想象。赭石，你看啊，墙面的地方，哎，来点赭石，哎，来点赭石，过来。但是我们上面啊，上面这个房顶是什么？花青。哎，我们先把这个栏杆赭石浮勾一下，你看啊，哎，稍浮勾一下。
稍复勾一下，过来，沿着我们勾的这个墨线，对吧？去复勾，哎，去复勾，下来，你看，到后面续下来，房顶，哎，就用花青啊，花青，淡的花青，染一下。染的时候，就是靠近房檐的地方，哎，让颜色让它哎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稍微重一点，让它稍微的重一点。哎，到后面让它淡淡的虚过来。哎，上完颜色以后，清水，哎，清水染一下，趁湿啊。看它形成什么？你靠近这个边缘的地方，对吧？靠近边缘的地方，颜色呢稍微深一点，越向上，颜色越浅。近景的啊，远山，看啊，赭石还是这个赭石，藤黄，稍来一点。少来一点，结构线，对吧？把结构线、轮廓线，哎，用赭石稍复勾一下。你看啊，哎，大这儿，它这个轮廓线，山石轮廓线，稍勾一下，稍勾一下。然后沿着我们村的这个方向，哎，同学真厉害，记得挺清晰啊。墙面淡赭石，加花青，染瓦片，上浅下深，用水晕染，太厉害了！这做笔记呢。看啊，哎，这个结构线先用赭石，对吧？藤黄赭石，我先勾一下，先勾一下，勾了以后，你看我在按我们村的地方加赭石，加赭石，下面对吧？亮面上了赭石，暗面呢花青，对不对？我们花青、藤黄，哎，花青藤黄，加一点淡墨，下来，哎，染下面的结构，你看啊，对吧？我们亮面上来，亮面是赭石、藤黄，暗面花青、藤黄、淡墨，过来，哎，这个颜色，远山，花青。哎，先把这个山峰
哎，染出来，看啊，先染出来，染出来以后，我们下边染什么？染匀的地方，三角、花青、大墨，哎，花青大墨。下面看我们干染匀的方法，染完以后啊，下面上色，打湿一下。看，我们把匀的地方，哎，打湿一下。用什么？我去用这个湿染匀的方法。我们就是染匀，都是说，哎，结合在一起啊，哎，结合在一起。湿染的方法和干染的方法结合在一起。对，远山花青淡染，花青淡墨。看啊，哎，打湿了以后啊，不要打湿了以后你就去染，哎，打湿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水，哎，我们稍微吸一下啊，稍微吸一下，就是打湿了以后它的浮水特别多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稍微的染一些，这个用这个废的宣纸吸一下。还是我们还调节花青啊，还是调花青、淡墨。来一点，看染匀，常用的啊，染匀常用的就是花青、淡墨，调这个墨青色，我们去染匀。如果是染那个，比如说我们要染那个云海或者是日出的时候，比如说染那个旭日东升，它这个云就发一点紫色，我们里边就要调别的颜色。对，亮部不能照染，要留点白，留点白就是我们的高光的地方，对吧？它的山石相对来说比较亮的地方，我们留白。你看留白以后，它的山石比较透，对不对？它山石比较透，不像我们整个你要上完颜色以后，它的山石觉得比较闷。你看，我们留出白来，它的山石感觉比较透。哎，这个花青调淡墨染匀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在我们干染匀的淡墨的这个地方，哎，稍来一点，你看啊，用这个墨青色稍染一点，对不对？它是染的时候啊，你看用笔非常轻，染匀的时候，哎，非常轻。然后它整体的颜色是根据我们下面淡墨的位置，我们去上颜色，可以稍微，对吧？可以稍微出来一点，你可以稍微出来它这个淡墨的这个位置，可以稍微出来一点，但是整体上啊，哎，整体上我们要按这个淡墨染匀的地方，我们去上颜色，哎，局部呢可以出来一点，但是整体上，你看，整体上还是以这个淡墨这个位置为主啊，不要出来的太多。过来，到后面，你看啊，越向后，颜色越淡。你看，对不对？越向后，我们的颜色要浅一点，对不对？
再浅一点。到中间，你看，中间是云层薄的地方，用浅的墨青色，浅的墨青色染一下中间薄的云层，对不对？薄的云层。呀，你们这个要是说不教给大家这个染云，可能大家不知道啊，这个云这干染法怎么染，湿染法怎么染，对不对？这都是，哎呀，这都是几十年的经验。开始的时候染云也是啊，不知道怎么去染，然后画的多，对吧？你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颜色怎么染，单染的方法、湿染的方法，对吧？你都要去掌握。对吧？这是我们干染和湿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染云的方法。远处这个云海，对吧？我们是用湿染的方法染的。后期我们可以，你看现在它这个云还是湿的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淡的花青，稍渲染一下，稍渲染一下。远山，对吧？远山用花青，花青渲染一下。渲染一下水面，你看啊，水面我们染的时候，让水面稍微发一点什么，让它发一点绿色，对不对？以上的是发一点绿色，花青、藤黄，花青，藤黄，哎，稍来一点藤黄。染这个江面的时候，你看，花青、藤黄，然后三绿，稍加一点三绿，让我们江面让它淡淡的有一点绿色，对不对？让它淡淡的有点绿色。你看我们云的地方，你用的花青是不是？树也是花青，它整个画面，对吧？稍微暗一点，我们就把这个江面，把江面调的让它亮点，对吧？让它稍微亮一点。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绿色，用这个绿色，稍微绿色染一点江面，让它江面，对吧？有一点浅绿色，浅浅的绿色。局部啊，我们局部的，看山脚的地方，花青稍加一点，刚才的颜色有点浅，稍加一点。你看我们这个山的颜色，你看要把山的颜色稍加一点，是不是我们云的地方，看有云的地方，是不是它这个就比较明显一点？稍微明显一点。用这个颜色，去把云的这种白衬托出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这个颜色，花青的颜色，把这个白云拖出来。对，花青加深加深一下啊，稍加深一下。
整体的颜色啊，你看啊，我们整体的颜色就是说完成以后，你觉得你看我们近景的对吧？近景的部分，山石部分，如果觉得不明显的话，你看可以用这个赭石，对吧？用赭石稍微的提一下，哎呀，稍微提一下，你看啊，稍微的提一下，哎，稍微提一点，还是这个，我们还用这个赭石加藤黄，这颜色，哎，稍提一点，把近景的这个山石稍提一点。看暗部结构，我们上了一遍这个花青赭石，然后暗部结构近景的用花青加淡墨把它伸下来，对吧？把这个近景的山石下边让它暗下去，让它暗下去。哎，树的对吧？树根的部分，对吧？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哦，几个小的草坡，哎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。哎，整体的啊，整体颜色就是这种颜色，也比较这个清新，也不是说看我们现在上的颜色，也不是这个浅酱，对吧？也不是浅酱，也不是小青绿，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啊，它是结合在一起，把小青绿和浅酱，哎，我们融在一起。对，暗处可以加暗一点，可以加暗一点。对，近景山石，比如说看，你看我刚才加的花青加这个淡墨，就是为了把它山石暗的地方让它更暗一点，对吧？更暗以后，它拖的这个我们这块山石，对吧？就比较明显，就是对比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对比。然后远处的，是吧？远处的山峰，前后的关系不明显的话，对不对？不明显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花青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用花青加淡墨。哎，你把这个山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山石、山峰凹的地方，你可以再加一点，加深一点，很自然，它就把前后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能很明显的突出来，就是这样的对比，明暗对比。